一個私人種地、閒人可進的地方。鍾祖康。挪威社會以平等精神獨步天下，共產精神無名有實，但這種共產精神同時糅合深厚的理性成分，我竊造新詞，稱之為理性共產主義或理性社會主義亦可。傾力打擊菸酒消費，自問平時熱愛搜奇獵異，但逐步深入這個獲聯合國推為人間第一樂土的挪威社會後，對當中許多制度仍然感到震驚。比如星期天，還有所有假期，全國的商店但飯店除外，禁止售賣所有包括啤酒的所有酒精類飲品。逢星期天及其他所有假期的前一天，則只可以銷售至下午3時。即使在平日，超級市場等地也只可以售賣啤酒，而且也需在下午6時前賣。其他低酒精啤酒以外較烈的酒精飲品，一律要到國营的酒類專賣店购買。而酒類專賣店的分店數目也不是那麼多，營業時間也短，朝10晚5，周6半天，周日全休。但飯店深夜12點後也不得售賣烈酒，凌晨1點後不得售賣啤酒和普通酒。在所有政治選舉日，更全國禁售酒精飲品。法律甚至禁止民眾當街喝酒，違者罰款1000到3000挪威幣不等。挪威政府不但嚴格限制喝酒，對酒精飲品課以重稅，更專賣酒類飲品。為什麼當局對喝酒管那麼嚴呢？原因是正如任何冰天雪地的人幾乎都愛喝酒那樣，過去维京人也有嗜酒的毛病。即使今天，挪威特別是在北纬70-80度的地方，半年以上的日子天昏地暗，患抑鬱症者甚众，這類人依然容易酗酒。所以近代挪威人对酒精相當警惕，不像他們的惡鄰兼酒鬼俄羅斯人那樣，他們卻能做到今是左非，坐言起行，用不着在公眾地方高懸一個口號牌匾，似乎他們才是孔夫子說的纳与言而民與行。今天挪威人平均每人每年喝啤酒約50公升，其他酒類約14公升，以純酒精計為約4公升。這酒精消耗量不僅低冠全歐，在國際間也屬甚低，在極度富裕國家更屬其溫。但從這一點就可見挪威人的理性反思精神與行動力絕不簡單。加上70年代挪威逐步富裕後，開車的人越來越多，而且挪威地勢狹長，開車穿州過省動輒數以小時計，酒後駕駛越來越成問題。為此，挪威政府已經積極研究，斥巨資從瑞典引進昂貴的酒精鎖。如無意外，數年後所有新車都要裝上這個一旦偵測到司機喝酒過量，就令車輛無法啟動的裝置。在此之前，當局已經通過另一重要交通安全措施，就是在今年年底前，所有 3.5 噸的重型車輛都要裝上速度鎖，以確保車輛時速不得超過90或100公里。不過，挪威地大人少，公路上很難會碰到一個警察，民眾若不自律，醉酒駕駛的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在這方面，這裡的人就像綿羊一樣的馴服。由於絕大部分人都是自己開車的，一般社交吃飯場合都很少會有人喝酒。假如喝了，就會把自己的車子留下，自行坐收費昂貴的計程車離去。當局除了嚴控酒精之外，為減少煙草對民眾健康的禍害，對煙草徵收驚人稅款。一包普通香煙在挪威賣挪威幣80元，若按2007年匯率算，約等於15美元。煙民數目已逐漸下降，在16至74歲的人口中，現在只有 24% 吸煙。自本年6月1日起的飯店禁煙令，也在大多數人支持下順利落實。許多煙徒說這會加強他們戒煙的決心，也表歡迎。私人種地，閒人可進。挪威人雖然奉行私有產權制，但為了貫徹其理性及平等的精神，做出了一些隨時令香港的自由派經濟信徒大驚失色的舉動。比如，為了自然環境的保育，許多挪威人除正宅之外，擁有的每可以媲美香港半山獨立豪宅的郊野別墅，每年最多只可以住人半年，其餘半年必須閒置。在這半年之中，有些地區更規定不得連續居住3個月以上。
另一個更可能令商務場之類私有產權賤兵大呼私有產權已死的措施是，為了讓國民得以共享全國的文化及自然遺產，挪威於1957年起正式就公眾涉足權立法，容許民眾有權進入任何私人擁有而未經開墾的地方。在挪威，除了住宅、花園、草坪、耕地、農場這些開墾地以外，其餘的絕大部分都屬未經開墾地，而在冬天雪封的耕地也屬於未經開墾地。民眾除了可以進入私人擁有的未經開墾地，還可以在該處採摘野果、休息、紮營過夜等。所以在挪威，許多標明是私家路的地方，即使有門，都是打開或可以推開的。平民與狗均可內進，但狗只需在4月到8月這段時期，多人四處活動的日子繫上狗帶。許多未經開墾的地面上都圍上籬笆來牧羊，屋主就會在籬笆上架一架木梯，讓所有路過的人跨過去。常見於中國社會的過路權爭端，在這裡沒有聽到過。進入私人未經開墾地的人也要遵守若干規則，包括不得毀壞樹木、土地等自然資源或任何建築物、籬笆等等。就像郊野別墅不得住過半年這樣的法律那樣，這條公眾涉足權的法律其實不易執行。且不說私有產權方面的問題，挪威地廣人稀，郊野別墅居民或者尚有零星鄰居可稍起監察之效，但全國無邊的私人荒地有沒有被外來過客所濫用，卻是萬難監察。為這2條法律實行至今，民眾普遍遵守，自然環境亦受保護，每一個國民不論貧富，均可登山涉嶺漫遊全國。挪威人無不稱善，很少見到紛爭。大抵這樣的法律只能適用於有深厚公德精神和高度文明人類。法律只能以制度指出一個方向，能否落實還得靠全民自發自省。當局為了確保挪威稀少的耕地得到善用，維持挪威的農業和防止有人兼併農地、坐擁閒田，農地地主不得閒置農地，必須將之用於農耕、畜牧之類的農業生產。許多已經不再耕作而依然持有田產的人，往往會讓荒地長草，做牛羊飼料用。農民若把農居、農田放租，所得租金也如其他物業租金那樣，繳納約 30% 的租金收入稅。如此規定，加上公眾涉足權之類措施，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景象，在挪威是無法想象的。個人財物完全公開，可見挪威人力圖平衡私有產權和平等精神與社會公義之間的關係。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獨特措施，令他們的私產狀況愈見透明，那就是每一個挪威人的收入、財產和繳納稅款都可任由公眾查閱。當然，當中有人或做個別財務安排以掩飾真相，但由於當地人一般不覺得公開私產或納稅狀況有何不妥，所以一般也不會太刻意掩飾。有關資料頗為可信，稅務當局對每個人的銀行戶口全面監控，以確保所有收入均有納稅，而納稅人也可申報個人的負債，以獲取稅務上的扣減。從以上挪威社會的幾個事例及我此前介紹挪威社會的平等作風可見，挪威社會確是相當獨特的，並能獨造境界。這令我不得不深刻反思，甚至調教我過去對世界發展的認知。他們沉醉於自家的文化、價值和自然世界，旁若無人。為了人人應該平等的信念，為了實踐擺脫人類弱點和失敗經驗的理性精神，理直氣壯，一往直前。這裡從沒有人偷雞摸狗地說搞的是有挪威特色的資本主義，或有挪威特色的共產主義，或像亞洲價值觀嘍囉那樣大吹特吹什麼北歐價值觀、挪威價值觀。他們謙遜低調的幾乎令人費解，他們絕不熱切推銷一己成功經驗，整個社會依然故我地以挪威語運作，外人不易窺其堂奧。他們以行動而不是言辭服眾，他們的寬容令這個以路德宗為國教的國家居然成為其文化死敵回教徒的避難聖地，個個樂不思蜀，以致回教成為挪威國教以外的第2大宗教，每年還得到挪威政府慷慨資助。
原載於2004年8月《開放》雜誌。